这顿火锅2万块，只因店加上错菜。他们说我吃了神户和牛，但我在海关工作，我国不让进口神户和牛。他们要么犯走私罪，要么犯诈骗罪。今天他们撞枪口上了。服务员给我端来一盘牛肉，我吃到一半，他突然急匆匆跑来，着急地对我大喊：“狗啊，吃这么急干嘛？我上错菜了！”我愣了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店，来消费吃饭，服务员却骂我是狗。没错啊，我点的就是牛肉。可我上的是神户牛肉啊，2万块一盘。我看不出区别，不都是牛肉吗？你胡说，你肯定是看出来了，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就赶紧吃，真不要脸！你等着。我看服务员去找人，被气笑了。这泼天的富贵竟然送到我头上了。我是海关的，讹到我头上是自寻死路。很快，服务员把老板找了过来。小伙子，上错菜是我们不对，但你就这么穷，非要占便宜吗？这盘肉2万块，你先结账吧。明明是你们上错菜，凭什么要结账？而且你说这是神户牛肉就是了吗？你没长眼睛吗？狗都看得出来，什么是日本和牛人能看不出来吗？对，我就是看不出来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假冒的？你有证据吗？行，我去拿进货单给你看，让你心服口服。把门看好了，别让他跑了。我看着老板去拿进货单，没人就算了，主动把证据往我面前送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没见过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手机的电话突然响了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发现是海关同事打来的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但老板已经回来了。我怕他看见我的屏幕上写着海关老李的备注，急忙把手机收进了口袋里，但是没有挂断通话。进货单上明明白白写的就是神户牛肉。我拿起进货单，随口说：“没想到你这开在华贸路的富贵天下火锅店，竟然真会有神户牛肉，难怪敢跟我要2万块。”老板有些听愣了，似乎是不明白我说话就说话，干嘛把他店的地址说出来？只有我知道，我是说给电话里的老李听的，让他赶紧带队过来。知道就行，还不赶紧把单买了？我知道仅凭一个进货单没有办法给老板定罪，于是我说：“谁知道你是不是刚才回去瞎写的？你发票呢？”我就是故意拖延时间，神户牛肉不许进口。老板当然拿不出发票。果不其然，老板一下子火了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证据都给你看了，你还在这推三阻四，吃不起就别出来丢人现眼。”谁说我吃不起啊？只要你能再拿出一个证据，我就相信这真是神户牛肉，我会乖乖付钱。行，老子没开发票，但我有合同和转账记录，等我拿出来了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叫人把你腿打断。我看着老板气冲冲的再次离开，心里都乐坏了。吃顿饭而已，罪犯却接二连三把证据往我手里送，真可惜啊！我不能买单，因为按照法律，如果我买单了，那依法退1赔3，他要给我8万块，但我是海关了，这就跟知假买假一样，属于利用法律牟利，单位是一定会批评我的。可就在这时候，我忽然听见收银台那边的服务员大喊：“老板，他买单了！”我扭头一看，顿时傻了眼，原来那上错菜的服务员趁着我刚才和老板说话的时候，竟然把我身后的包给偷走了。他从包里拿出了1叠现金，我吓得大喊：“放下！那是我买车的钱。”我包里确实有2万块，但那是我买车的首付。服务员却不管这么多，他急忙把钱放进抽屉里锁好。我急得饭也不吃了。你怎么能偷我钱？谁偷你钱了？吃饭结账天经地义。我看着眼前的服务员，只觉得他身上好像在冒金光。他不是服务员，他这是财神爷啊！根据我的职业，这时候我是不方便买单的。可这个法盲服务员却偷了我的钱，强行付款，把证据往我面前送，解决我的工作烦恼，还偏要给我8万块，解决我的经济烦恼，这是什么样的精神？老板走过来一瞧，服务员帮我付款了，立马开始夸赞服务员干得好。客人磨磨唧唧的，就是不想给钱。老板，除了牛肉，其他的菜都挺便宜，给他抹零吗？抹零是情分，不抹零是本分。小伙子，像你这种没脸没皮的人，我看你很不爽，你没资格让我抹零，听见了吗？你其他的菜还要支付35。面对这些人的羞辱，我只是拿出手机看了看，电话已经被挂断，但是老李给我发了条短信：“我们马上到，别让老板跑了。”我没忍住笑了。随后我收起手机，回到了座位上。老板，你看我不爽，但我看你很爽。我还没吃饱，麻烦你再上一盘神户牛肉。我的话让在场的人们都震惊了，他们仿佛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。你跟我耍什么花样呢？刚才磨磨蹭蹭不想给钱，现在却说再来一盘。我一开始以为你讹我，所以才很激动。现在我已经知道那是神户牛肉了，难怪这么好吃呢。我想再吃一盘不行吗？就说你在打什么算盘？刚才你们说我吃不起，我现在不高兴，我非要证明自己吃得起。你就说你上不上菜吧。老板脸上出现了为难之色，他似乎是搞不懂我的用意。老板，我看他刚才玩手机，该不会是叫人了吧？刹那间，老板的脾气变残暴了。又说你怎么这么嚣张呢？原来是叫人了！吃东西给钱天经地义，跟我比人多是吗？
吩咐厨房再切一盘肉，然后拿着家伙守在门口，谁敢来闹事就弄他。小子，在我的地盘想找你的朋友们来闹事，你是真的不知死活了。谢谢你给了2万，还不够偏要给我4万块。这老板还是不懂，是我要谢谢他们给我8万块。老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真的只是想再吃会儿。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。刚才他结账的钱呢？拿来给我，我马上去银行存起来。老板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吃饭是假，想把钱偷回去是真？你看他，时不时鬼鬼祟祟盯着我，肯定是这么回事儿。他一看就是个穷鬼，现在花了2万块钱，当然要想方设法偷回去，把钱给我，我这就去存起来。我看见老板拿了现金要离开，想起海关的同事们说过，别让他跑了，顿时就急了，连忙起身来到前台。你不许走！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想把钱偷回去。我这才刚准备去存款，你就追上来了。怎么有你这么恶心的人啊？多亏我们老板一眼就看出了你是个败类。小伙子，你还真是人穷志也穷。我告诉你，做人要敢做敢当，是你吃的你就该认。就在他们对我耀武扬威的时候，饭店的门忽然被推开了，老李一脸冰冷地走进了饭店。是哪个说他有神户牛肉，让你付2万块钱？看到老李急匆匆赶来，我总算是松了口气。我已经付钱了。老李睁大眼睛，满脸都是不敢置信。啊！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我明白老李的意思，我是海关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付款会有故意牟利的嫌疑。但服务员和老板不知道，他们还以为老李在责备。他不干也得干，哪有吃饭不给钱的道理？我指着服务员说，是他偷了我的钱，强行结账。老李顿时什么都明白了，他也知道这是服务员亲手将富贵送到了我的手上。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羡慕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他估计是紧急赶来的，所以没穿工作服，穿的是便衣。老板不知道眼前的这人是海关，还以为是我叫来的兄弟，他顿时冷笑。哼，老子既然敢开店，还会怕你们闹事吗？没有人来闹事，关键我同事说在你这儿吃个牛肉付了2万块，你说是神户牛肉，有证据吗？果然老李的想法也跟我一样，人家都主动送上门了，我们怎么可能让这功劳废了？当然有老板还不知道，自己大难临头，他直接将采购合同跟进货单递给了老张。老张仔仔细细看着文件，你这证据都可能是伪造的，请你提供进货发票、原产地证明、等级鉴定报告、进口检疫证明。你想找事是吧？老子凭什么给你提供啊？我明白老李的用意，我们穿的是便衣，所以不能搜查他，就想办法让老板自己提供证据。一旦我们搜查，那我们就违规了。可老板要是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恐怕不管我提供多少证据，你们都会找茬不认账。老李满脸认真，只要你能再提供一个，我就相信你是真的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有，但我有转账的汇款单，跟合同上金额一致，这总可以吧？可以啊，那太可以了，你拿来给我看看。老板冷哼一声，又去找他的汇款单了。服务员站在一边盯着我们，满脸都是尖酸刻薄。吃不起东西还叫人来找茬儿，真是越穷的人是越多。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来我们店了。你自己都只是个服务员，还是会上错菜的服务员。谁说我只是服务员了？我还是这家店的实习经理呢。哼，我混得比你好多了，哪像你2万块都抠抠搜搜的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他这简单的一句话，可就把自己从打工的变成共犯了。这家店是怎么回事？一个一个把自己送上门来。这时老板拿着汇款单回来，他将汇款单丢在桌上。今天就让你们死个明白！老李拿起汇款单，而我叹了口气，哎，恐怕是你要死个明白了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就在这时，门被打开了，海关的同事们穿着制服走进了店内。老板一见到海关的人来了，顿时吓得脸色大变。海关同志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接到举报说你这里涉嫌走私神户牛肉。刹那间，老板死死地瞪着我们。你们2个竟然敢阴我！海关同志，你们可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鬼话，这2个人是故意来陷害我的。他们怎么陷害你了？就这2个人，刚才鬼鬼祟祟拿着几个文件来我店里说给我做了什么进货单、汇款单，甚至连采购合同都给我做了。是啊，这俩人还跟我们老板要钱，说如果不给钱的话，他们就举报给海关。我们这么多人都看见了。这些文件都是你亲手交到我手上的，怎么现在变成我伪造出来讹你的了？你放屁！这些都是你带来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老板越说越激动，他用手指着老李的鼻子，大言不惭。海关同志，你们看这人的面相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千万要还我一个清白啊！同事们看老板和服务员的眼神，就好像在看神经病一样。你敢为你自己说过的话担责任吗？当然敢。老板忽然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，放在自己胸前。我可以实名举报，堵上我自己的名誉。这2个人一进店就讹我。对呀，我也可以帮老板实名举报。服务员急忙也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，站在老板的身边。你们只管录像，我们敢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我深深叹了口气，
这家店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个的把自己送上门不说，现在还涉嫌诬告了。监控可以证明你们两个说的是假话。我们店的监控这2天坏了。怒火在我的心里蔓延。如果我们不是海关的，普通群众在这里消费，那要如何给自己维权？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欺负弱小普通群众，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。就算最后闹个两败俱伤，也不知要耗费多少心力和时间。想到这里，我对他们的恨意更强了。这2人自己送上门了，同事们也没客气。一名同事拿出手机录像，拍下了他们诬告的证据。你们2个对自己说的话负法律责任，对吗？对，我们敢做敢当，就是他们来店里讹我。见这2人执迷不悟，老李不由得摇了摇头。想不到啊，我竟然成恶人的人了。大家看着老李都忍不住笑了。你说他伪造了这几个文件来讹你？我店里的员工们全是证人，我是不会向这种地痞流氓投降的。大家都是深深叹了口气，随后一人拿来制服给老李披上。休息时间结束了。刹那间，老板和服务员整个人都石化了。老李穿好了制服，叹了口气。听说同事有麻烦，就赶紧过来看看，没时间穿制服，谢谢你们帮我带上。老李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，在老板面前晃了晃。你就是海关的人吗？我们都是，你们2个都是。本来你只涉嫌走私，现在你还涉嫌诬告。老板脸上的惊恐越来越强烈。那服务员也是想扭头就跑，却被其他同事们拦住了去路。我看你的采购合同上面的金额似乎达到了10几万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呢。我胡说八道的。老板吓得双腿一软，竟然直接跪在了地上。我这根本不是神户牛肉，只是澳洲和牛。我一时间财迷心窍。站起来，不许跪。诈骗罪比走私罪要轻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在2罪之间选个轻的？现在我们依法对你的店进行搜查，兄弟们搜，老板你可千万别走私啊！怎么，他欺负你，你还关心他不是？我刚付了2万块，他如果真走私了，我就不能退1赔3了。放心吧，不是我自己要买单的，是服务员偷走了我的钱，强行给我买单的。所有人一听，顿时都怒了。你们还涉及强买强卖？老板转过头，崩溃地看着服务员。你为什么要偷他的钱？来付款啊！被你给害惨了。老板，不是你说一定要让他付钱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在海关工作啊。你们的意思是，如果他不在我们单位工作，你们就可以强买强卖了吗？不，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这都是误会啊！同事们已经在整个店搜查起来，找到了一堆相关文件和所谓的神户牛肉。一个同事拿着文件过来，冷冷地看了老板一眼。查过了，这些全都是澳洲和牛。我们检查了数目和账本，都对得上账。也就是说，这家店没有涉嫌走私，而是涉嫌虚假宣传和诈骗。那就不是我们部门的工作了，联系其他部门来处理吧。我们已经联系了。我总算是松了口气。既然对方没有走私，那我的诉求就没问题了。你还真是黑心啊，把便宜10几倍的澳洲和牛当神户牛肉卖给我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小兄弟，都是我们错了，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吧。你觉得我会这么简单就算了？比起神户牛肉最大的问题，我还没查呢。老板马上拿出其他客人点了神户牛肉的单子，证明你们刚才是真的上错了菜。刹那间，老板的脸上出现了惊恐。没错，我怀疑他们根本就不是上错菜，一开始就是在故意讹我。老李立马明白了我的用意。我同事是在15分钟前给我打的电话，你们必须拿出20分钟前有人点神户牛肉的凭证。面对我们的质问，老板支支吾吾。我们打单机坏了，都是口头点单的。这么巧，你们今天监控坏了，打单机也坏了。那你们把点了神户牛肉的客人叫来，总不可能已经吃完走了吧？走哥几个去，每个包厢问清楚。虽然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，但我们可以帮忙问问是哪个在这点了2万块的牛肉。到时候把证据提交给工商那边一看，我们要去询问其他客人们。老板慌了神，他赶紧拦在了我们前面。不用问了，他们已经……那你随便把他以前的结账记录给我，我现在就联系他。要是对得上，那你们只是上错；菜可要是对不上，我话还没说完，老板已经再次腿一软，差点跪在了地上。他都是现金。你继续撒谎，你说的越多，犯的罪就越多，还不如老老实实认账。我承认我是讹你了，对不起。各位海关同志，能放过我吗？别，现在不是我们部门的职责范围了，会有其他部门来处理。我只说我的诉求。小兄弟，你的诉求是什么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，对于欺诈行为的经营者，我要求退1赔3，很合理合法吧？刚才我付了2万块钱，现在你们给我8万块，其中6万块是赔偿，没问题吧？我也不敢说多了，因为只有退1赔3是法律支持的价钱。我拿出手机收款的2维码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那麻烦你转账吧。”老板欲哭无泪地拿出手机给我转了6万块钱，又毕恭毕敬把那2万块还退给了我。现在能放过我了吗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犯的法我们处理不了，现在只是你和我的事情结束了，后面你的麻烦还大着。老板吓得彻底没了力气，软软地坐在了地上。很快，工商那边就来人了，因为接下来的事情与我们无关，我们就先回去上班了。但是工商的人告诉我们，
我算是举报者，等事情结束了，他们会给我一个答复。回到单位里，大家都羡慕我说，只是出去吃了顿饭，竟然赚了6万块。我也怪不好意思的，本来我的钱买车只够首付，多亏了这个退1赔3，我全款买了一台8万块的小车。大概1星期后，我坐在火锅店老板帮我买的车上，接到了工商那边的电话。富贵天下火锅店的处罚已经下来了，我因为你是受害者，我们有义务跟你转达一下处理结果。我们查账后发现，涉事店铺有不止一次的欺诈行为，共计8万。我们要求他们对所有的客户退1赔3，支付了被欺诈的消费者们共计32万。涉事店铺已经勒令停业，如果负责人拒绝履行行政处罚，我们将对他追究刑事责任。我心里一动，开车去那火锅店看了看。来到这里，我看见店门口已经贴了封条，老板和服务员就站在店门口，满脸沧桑。我的罚金你也帮我给吧，他们说我涉嫌帮你团伙作案，要是我给不起罚金，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了。滚啊！我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我明明是帮你做事，我就一个打工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老公说了，你要是不帮我赔钱，那我们也不活了。我老公一定弄死你！我摇下车窗，竖起大拇指说，宁愿自己赔个倾家荡产，也要让来吃饭的客户们大赚一笔。老板你可真仗义。还有那个服务员，宁愿冒着坐牢的风险，也要为老板尽心尽力，真是有情有义。老板和服务员呆呆地看着我，终于承受不住这股打击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看笑了，真是恶有恶报。